出于地缘战略竞争的私利，美国近来加紧打台湾牌，试图搞所谓的一台制华。而一些反华政客也不断跳出来搅动台海局势，并借机捞取政治私利。据悉，被美国媒体形容为史上最差国务卿的蓬佩奥即将于下月窜访台湾。另外，中国外交部周一宣布制裁2家长期参与对台售武的美国军工企业。外界注意到，这次是中方首次根据反外国制裁法对这2家公司实施反制。本月上旬，美方宣布总额为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后，外交部发言人当时曾表示，中方必将采取正当有力措施，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请大家拭目以待。周一，有记者就此询问发言人是否有进一步消息。汪文斌回应称，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根据中国反外国制裁法有关规定，中国政府决定对长期参与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美国军工企业雷神技术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侵权行为实施反制。中方再次敦促美国政府和有关方面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实际上，这2家美国军火公司并非首次受到中方制裁。2019年，美国批准对台出售66架由洛马公司制造的 F-16V 战机，中方宣布制裁该公司。2020年7月，因参与总价6.2亿美元的爱国者3导弹对台军售案，洛马公司再次被中方制裁。同年10月，中国外交部证实，对参与对台军售的洛马、波音防务、雷神等美国企业，以及在售台武器过程中发挥恶劣作用的美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而外界注意到，中方最新的制裁措施是首次根据反外国制裁法对这2家公司实施反制。反外国制裁法是我国为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制定的一部专门的反外国制裁法。去年6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该法从3个方面对有关组织和个人的义务和违法行为的后果作出了规定。一是我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应当执行国务院有关部门采取的反制措施，有关组织和个人违反规定的，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限制或者禁止其从事相关活动。二是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有关组织和个人违反规定，侵害我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我国公民、组织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停止侵害、赔偿损失。三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执行、不配合实施反制措施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台军售对台湾的老百姓没有任何好处，对台湾的整个的力量的构建其实也没有多大意义。最后呢，真正得利的是洛马和雷神这样的公司。那么这些企业，我们说这么多年靠对台军售拿到了大量的利益。那么我们讲，对于中国来讲，你为了你美国这些企业的利益去破坏我们说中华民族的利益，当然我们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对你进行反制。那么制裁呢，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会极大的提高他们的这个相关的成本。除了美国现政府继续以对台军售搅动台海局势外，美前政府高官近日也不甘寂寞，跳出来刷存在感。台外事部门周一放风，已经卸任1年多的美前国务卿蓬佩奥将于3月2号到5号窜访台湾。期间，蓬佩奥除应邀进行所谓演讲外，还将与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及多位民进党当局高层见面。对于蓬佩奥之流的窜访，民进党当局及有关绿营政客显得格外兴奋。台外事部门发言人欧江安将蓬佩奥称为所谓台湾长期坚定的友人，宣称其任内贡献卓著，包括促成特朗普政府多次对台军售等等。不过，台湾前外事官员介文吉就在一档节目中直言，官司缠身的蓬佩奥此访带来的影响只有负面，民进党当局恐怕是押错宝。你今天你去邀请这个人物来冒着
开罪哪里？开罪拜登政府、川普，还有美国国务院。你冒这3个险干嘛？而且他现在蛮缺钱的。他带一个人叫余茂春，这个在大陆叫余茂春是当代汉奸。那你把这些人搞来你是怕两岸关系还不够坏吗？蓬佩奥担任国务卿期间争议不断，被美国媒体冠以史上最烂国务卿的封号，尤其是在其即将离任之际，不断发表包括涉疆、涉港、涉台等错误极端言论。去年1月9号，蓬佩奥突然宣布解除美国与台湾官员交往的所有自我限制。当时有猜测声音称，蓬佩奥或在任内最后阶段窜访台湾，结果最终迫于压力未能成行。因此，中国外交部宣布对其实施制裁，严禁本人及其家属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关联企业机构也已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不过，卸任后的蓬佩奥也没闲着，数次跳出来碰瓷。去年4月，在其社交媒体上晒出吃台湾菠萝干的照片，又引发了一轮其即将窜访台湾的猜测。9月，蓬佩奥又借机在社交媒体发文叫嚣称，美国必须永远与台湾站在一起。有分析指出，蓬佩奥这位共和党籍前国务卿，既非执政的民主党人士，也不是现任美国政府官员，更不能影响拜登政府的决策方向。蓬佩奥此次赴台，纯粹是出于谋取个人政治利益的私心，为其日后重返政坛，甚至参选2024年美国总统积累政治筹码。蓬佩奥在这个特朗普政府之后现在所处的境地是很尴尬的。他在美国国内呢，没有多少的支持，而且我们说美国的很多的企业甚至都不愿意让他来去担任这种高层的职位以避免我们说遭到了这个其他国家的这种反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他在美国国内找不到盟友怎么办呢？他就从海外试图获得那些所谓特朗普粉丝们的支持。那么台湾地区呢，可能是他一个立足点，或者是他认为是一个很可能给他获得就是给他提供支持的地方。那么台湾岛内的一些人呢，其实也是类似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两拨人各怀鬼胎，两拨人都知道对方其实没有多大的能量，但是呢抱团取暖的这么一个结果。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在与王毅、国委的通话中，布林肯强调不支持台独。不过，台湾方面又爆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要去台湾窜访。那么您对此如何看呢？主持人好，这是美国政客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和平的最新动作。一呢是取劳权，二是支持台独，破坏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蓬佩奥呢是特朗普政府的激进鹰派，那么在担任国务卿的最后任期之内反华挺台独呢，可以说是几乎疯狂，多次放风说呢想访问台湾，那么最后呢，在中国大陆的压力下呢，被迫放弃，未能成行。他呢，在尼克松破冰访华满50周年以后，窜访台湾地区，破坏中美关系的政治用心呢，是相当的明显。那么按照台湾学者的评估这个蔡英文当局呢，也会送他一大笔钱给他的。那么从美国媒体的分析看呢，蓬佩奥有可能会竞选下届总统，因此呢，对他的一言一行都要盯紧。他现在的所作所为呢，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期发酵，成为台独势力的棍棒。当然了，这棍棒也可能打上民进党，自己打自己。有台湾学者警告这个蔡英文当局呢，很可能押错宝。蓬佩奥窜访台湾和怂恿台独，左手呢要台湾的钱，右手呢拿共和党的名义，拿共和党的票。如果下届民主党能够获胜，那么蔡英文呢，民进党就有可能呢里外不是人，会遭到美国和岛内的双重抛弃。中方宣布对2家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予以反制，这对于美国企业有何影响呢？中国对一切支持台独、分裂国家、违反一中原则的行为都不能容忍，而军事领域呢尤其敏感。因此当美国在本月初宣布对台军售，为台当局提供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设备和服务以后，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呢，中国便对美国军火商予以反制。可见呢，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坚强决心和能力。那么向台湾提供武器的美国军火商呢，是雷神和洛克希德马丁2家公司。这2家公司呢，都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长期参与
美国对台军售。尽管这两家公司在中国的商业往来不多，但是呢，根据中国的反外国制裁法，那么与这两家关联的其他公司，比如说呢间接参股或者其他经营联系的非军事领域的公司呢，想要进入中国市场，恐怕就很困难了。这些连带公司的高管呢，如果也列入被制裁的名单，他们呢将被禁止入境中国，那么与中国企业建立生意关系呢，也几乎是没戏。那么今后呢，中方对于干涉内政、这个煽惑台独的行为呢，还将严打。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